满分，冰岛争锋，无敌英雄。精彩体育赛事，感谢锁定 Hotsport，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午安，欢迎持续透过转播来欣赏到是114年红道杯全国冰石壶锦标赛，在我们今天所要看到的第二场比赛，要进入到的是混合的双人组，新竹县冰壶协会的 F 队来面对新竹县冰壶协会的 A 队。在混双的比赛当中我想最直接性的就是两位选手之间的配合了，尤其是在昨天的比赛当中，我们也是有看到混双的比赛。那在混双的比赛里面一男一女的整个配合上面就会显得格外的重要。我是秉承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与身旁的讲评是国家代表队的资深选手周宇轩老师，以及台亚卫视的转播团队一同来为您服务。老师午安。大家好。那我想老师你刚从加拿大回来，对，平常其实都是住在加拿大，是，但是你其实是在混双国际赛一个非常资深的选手，包括在2019年的时候，您就有去报名到的是在挪威的世界锦标赛，当时也是在混双，然后还有在2025年的时候有得到了亚冬运混双的第5名。对，哇，所以等等在混双上面真的要请老师来多多跟我们分享一下，有没有什么窍门，可能是我们在看混双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到的。首先我刚刚有提到一男一女，那这样子在混双上面会有什么比较需要注意的地方吗？或者是它的差异化？通常就是男生当然就是可能力气比较大一点，所以比较有办法丢大力一点，所以如果要把球撞掉的话，通常如果有男生来有那个力量的话是比较有优先，所以有很多队都会让男生丢中间3颗球，就是比较有机会把东西打开这样子。所以头尾给女生丢，然后中间3个要布局的比较长是这样子。这个是比较算是一般大家如果说一开始配合的时候，那就先这样试试看。对，但是也是不一定，就是看队习惯，但有些队也会换来换去，就是看对。那在刷冰上呢？刷冰上就是没有在丢的时候就要刷，就要刷，所以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生，其实都是一样的。对，但是如果在打混双的时候，你可以选择说你丢的人自己起来自己刷自己的球，就追上去。对。不过追上去其实也是需要时间，这部分也是需要练习。对，哇，所以其实在混双上面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老师刚刚有提到的，可能在顺序上、在人次上其实不一样。那现在在画面上面的话是混双的定位壶，所以现在要去做摆放。在定位壶上面的话，印象中昨天在看到混双的时候，蒋平老师也有提到，他其实是有固定的点要去摆放的。那通常在摆放的策略上面会怎么做？这个是裁判先定好的。那通常是如果球就是那个冰会让那个球比较有旋转的话，会放靠近一点，是因为它就有很多机会还是可以绕过去。对，那如果冰比较直的话，通常会放远一点这样。那这几天老师你有来？我今天才来，所以我没看到。今天你有稍微看到，今天有对。第一场地它的曲度其实没到那么大。对。就是壶比较不会走，也比较不会转弯，所以这样的话它是要放，可能要在前面一点。比较好的话，应该可能要放前面一点比较好。对，这是裁判会去做规定的，不是选手自己说我想要放前面，这是裁判要决定的。对，所以这个位置其实都是固定的。不过会影响到的其实就是只有你是后攻，你就要放到这个大本营里面，就是所谓的 house 区里面。那你是先攻的话，你就会放在是前缘。然后这样比赛正式的开始。那在新竹县冰壶协会 A 队2位的选手的话是戴玉红以及欧静。好，结果第一支是一次无效直壶，并没有超过红线。其实从团体赛再回来看到混双，真的少了一个人帮忙刷冰，那个前进的幅度就差很多，会很累。因为昨天在混双的比赛里面，也可以看到比较常出现这种没有办法到达红线的状况。接下来这位是 F 队的李明杰，那他的搭档现在在刷冰的是陈志伟，他们的教练
我想应该就是老师您很熟悉的刘柏凯老对，师，我的队友刚刚所提到的混双都是跟柏凯老师一起出去的。是啊，这边也是无效直弧，不过一开始难免会有这个状况，大家其实都还在适应整个冰况。有时候刚开始冰也会比较慢一点。因为摩擦力都还是比较大，还没有被刷开来。其实冰壶，因为像是田丽老师也是从北美回来，然后老师您接就是加拿大，而且你很小期就是移民到加拿大去，2岁的时候，对，那时候懵懵懂懂，对，所以其实你一有认识的时候，就是在加拿大生长的。那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冰壶？可能好像8、9年前，所以我算是已经也成年了之后才开始学。对，那个时候是什么因缘际会？就是有同事介绍给我，有机会去参加一个。所以在加拿大玩冰壶这件事情是容易的。对，是很容易的。对。所以就有点类似我们到这个我们的国民运动中心里面，可能去打桌球、打篮球的那种感觉。OK。加拿大那边最红的运动是什么？是 hockey 吗？应该是 hockey， 对。应该是 hockey。他们都是支持哪一个队伍？哪个队伍的支持者是最多的？就每一省都有，几乎都大城市都有一队。但是篮球的话，就是看多伦多爆了。对啊，因为只有多伦多。那本来温哥华也有一队，但是现在没了。对。现在就是只能看多伦多。对啊。好，那在混双里面的话，是每一队有5次的直弧机会。哇，撞了一下，要让他直接穿越大本营。好，所以在大本营的周围目前就是2个红色的色弧，也包括了最一开始的定位弧。笑起来蛮可爱的。不过因为老师您跟柏凯教练这边是搭档，所以陈志伟跟李明杰平常会不会也跟你去稍微请教一些相关的？他们都会请教柏凯，就是他们会联系这样子。柏凯也是加拿大回来的。对。那你们2个都是一起，就是平常还是要回去加拿大工作之类的。对，我们就是大部分就住在加拿大，只是偶尔回来看亲戚。对，因为老师您刚刚也有跟我提到，在加拿大的时候其实也是有其他的正职工作。而且那个应该算是在金融体系。对。非常厉害的一个工作。然后再回头来看一下，现在已经进入到的是第3次的直弧。那目前大本营里面除了定位弧以外，还没有其他的直弧能够停留在大本营里。那因为这场比赛后攻的是 F 队，所以大本营里面的定位弧是红色的色弧。直弧的是陈志伟。就是顺着，然后开始刷，但是好像走的不够多，差一点。对，这样算不算是比较晚开始刷？是可能也不一定，如果从刚开始刷的话，说不定会过，说不定就可以过，但是也不会过到哪里去。对啊，也是很对啊，就是也是走的比较浅啦。是。所以一样是一次的无效直弧，没有超过红线。再回头来看到 A 队戴玉红，撞了一下自己原本的定位弧，但是定位弧穿过大本营，没有留住。可以看到在红色的线内有2个黄色的色弧，但是距离大本营都还有一段。那大本营内的话，就是最原本的定位弧是红色的色弧，前缘偏右侧，这是还有另外一个在直弧上面有放过去的红色色弧。回头一样是陈志伟，所以在配对上面的人次顺序的话，应该也还是像老师最一开始所提到的，头尾给李明杰，然后中间的三次给陈志伟。顺利的过了红线，而且感觉是可以直接进到大本营里，但是留不留得住？
哇，经过踢线之后还是没有刹车的迹象，所以直接穿越了大本营。这时候就真的要看一下码表了，因为会有短的情况发生，同时也会有球给的比较深的情况发生。对，现在 A 队就有机会可以打到那红色那颗。A 队黄色的射弧先攻的情况之下，迎来了最后一次直呼欧进。那 A 队的教练是明杰老师，听说也是博凯老师的学生，真的都一家亲。结果是顶了一下自己原本有过黄线但没有进大本营的黄色射弧，但弹道上面有点偏差。好，最后来看到 F 队会有加分的机会哦。如果能够很顺利的让自己的弧进到大本营，并且成功的刹住，大本营里面现在就是只有一个原本的定位弧。我在上一场跟张哲仁老师搭档的时候，他有提到，其实现在在我们国内的冰壶圈呢，有很多的选手其实彼此之间是有血缘关系的。你在过年的时候其实看得到，明杰老师过年的时候跟博凯老师看得到吗？应该没有，应该没有，他们两个不是，这真的单纯是师徒关系。对。然后最后的这一次直呼还是短了一点，不过在大本营里面，原本的定位弧会让 F 队拿下第一回合的分数，大比分1-0，暂时领先。这场混双的赛事哦，也是就进入到最后的决赛了。那现在 F 队跟 A 队要面对的是第二回合，第一回合是 F 队抓了下来，刘福凯教练的 F 队。我刚刚有提到，老师您从加拿大回来，那就是回来1个礼拜，为了接下来的国手选拔。对。然后1个礼拜之后，又要回去加拿大。是。好，最后再推一把，中间有滑倒哦。这位老师有特别提到，可能这个哲伦老师有提到说，会有比较多滑倒的这个情况，可能也是因为冰面比较湿。冰比较湿，对。我在加拿大那边，老师刚刚有跟我提到说，他其实在冰石壶这项运动里面是有俱乐部的。有，对。你们在参加上面会有什么样的资格吗？没有什么资格，就是在温哥华区有10几个俱乐部。哇，这么多，对，都是就是只要你有打，你就是可以对，你可以参加，你就是付那个年费，然后就可以参加，对。然后进去里面认识新朋友，然后组队，对，然后有练习的场地，有就是跟着 club 一起行动，对，哇。那这样的话，好像是如果台湾的爱好者可以的话，钱如果够多，银弹公司是可以去加拿大了。对。
不过这个我们最希望的事情，当然就是能够让这项运动能够停留在台湾，能在台湾成长茁壮。但也真的是谢谢有这么多可能从北美回来的这些算是先驱者，能够把这项运动给带回来。最一开始知道说，台湾开始有做这项运动的时候，当时你心情如何？就很开心看到这么多有球员有对这个运动有兴趣的，对啊，这样很好。因为我刚开始的时候，然后就是我也没开始打的时候，我还没打之前，也只是北美那几个球员在那边练，所以现在看到这么多人有兴趣，这样很好，对啊。不过其实老师您练了这样8年9年，应该也算是场上选手的姐姐了啦。这个我是希望是比较算是有经验的。对啊，应该算是比较经验，因为我前面听体力老师说，现在其实冰石湖在台湾这项运动可能发展也不过就是5年的岁月而已。哇，5年其实算是一个非常非常年轻的运动。因为应该有很多的选手，其实，在各种的比赛里面，尤其是红道杯，可能1年就是1次，然后1年也就只有这个红道杯可以参加。那再优秀一点的，可能还有这个国手选拔，那顶多就是再多1次。所以比赛机会比较少的情况之下，大家应该都很珍惜。是啊，这是很了不起的。所以代表说，其实最辛苦的会是一开始把冰石湖带进到国内的这些老师们哦。3个色湖的投掷机会，我刚刚看大本营里面的话 ，A 队会有2分。现在要轮到的是 F 队的直湖陈志伟。还没有开始刷，还是顺着会过红线，而且是沿着中线再往前走，挤了一下，成功的 take out， 而且是取代了原本 A 队的定位弧的位置，非常的准哦。好球。哇，这个真的是漂亮。因为他停的位置也很好。不过前面目前看起来也是空的，没有保卫弧的情况之下，如果黄队这边是可以做比较准的这个弹道的话，也是有机会做 take out 的。是。好，看起来是直直的，再做一次 take out， 再要回原本在圆心的位置。我这2次的 take out 可以感觉得出来，两边其实至少对于冰壶的掌握是高的。是，对。我还看不出来对冰况的掌握啦，因为冰况的掌握你就不能有这些可以帮忙协助刹车的东西。这次一样选择是要沿着中线走，因为要再做一次 take out， 又有了，再取代。不过在做了碰撞之后，成功的 take out 掉 A 队的黄色色弧，但自己的红色色弧稍微往外面开掉一点点，但或许这样反而还比较保得住。是，对啊，换大家好像沿着对沿着中线都蛮准的。A 队的戴玉红，好，看起来这边也是想要直接做 take out，力道应该没有问题，就是弹道，哇，差了一点，是刚刚才说偏出去一点，可能结果是不错的。
因为刚刚是完美的错过了哦。两队最后一次直呼的机会。A 队的欧进，不好意思，这是 F 队的李明杰。不过我现在突然间发现一件事情，老师是不是发现？老师为什么你刚刚不提醒我？看你什么时候会发现。所以 A 队现在的教练就在他们的对手。那如果等等，反正他其实在场上是不能跟教练有所交流的。好，所以 A 队的教练李明杰，就是现在 F 队准备要直呼的李明杰，他们的教练。好，所以 A 队的目标就很简单了，打败教练。教练是不是身体有点开掉了？不过这个弹道有没有机会去撞到？没办法，越走越开了。好，但现在比较近的依旧是 A 队的红色色虎。在大本营里面的话是1分，但大本营里面是3红1黄。这中间刚好有卡了一个黄色的色虎，所以黄色如果把那一颗打掉，有可能有2分。对，就是直接再做一次 take out，这个应该是最直观的路线了。应该不会突发奇想，想要直接就往中心点靠，应该这个应该是比较难的哦。击败教练的机会哦，可能走的弧度要再大一点，不过看他刷的地方是要沿中线哎。他又变靠近中线，因为他一开始刚开始要转，然后又飘回去。对，因为他刷的方式就是会让这个弧可能是那个冰也是有一点不对。好吧，那很可惜，看起来最后是直接穿越了大本营，没有让弧留下来。那这样的话 ，F 队再拿下第2回合，一样是在增添1分，大比分2-0，暂时领先。
就是怎样。好，那来看到第3回合，不过现在场上的话，感觉冰面是不是有一点状况呢？老师，依你的经验，这个冰面可能是什么状况？可能那边有一点不平，有没有办法修一下？再看看。所以这个不平是原本的冰面就不平咯？说不定是对，应该是。那这样子的不平对冰壶来讲会有什么影响？你这样那个冰壶过去的时候，这样会有弹跳，对，它可能线会改一下。所以真的尽可能不要走这条路，可能尽量不要走那条路。就跟棒球会有那个不规则弹跳一样。所以现在在我们第一场地有一条路，现在等于是禁道，能够不要走就不要走，走了就铤而走险哦。好，第3回合，先攻的依旧是红队，顶了一下自己的定位弧，再往大本营靠近一点。不过以老师你目前这样看国内的比赛，因为国内我听说就是只有红道杯，跟你自己在加拿大的时候你所看到的混双比赛比起来，你觉得目前还差比较多的是在哪里？我们在加拿大就是比较有机会练习啊，所以就是稳定度会比较高。是，对啊，就我有办法，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每天去练习，就是有那个机会。年费这样子。对。加币要看，年费只是加币50-60块这样子，但是如果你要再参加，就是每个礼拜去比赛的那个，又可能要在300加币吧。所以一定要去比赛吗？不一定啊，如果你只想练习的话，那就付那个60块就好了。60块。然后你如果要约，就是练1个小时，然后再每一次要练1个小时，就是10块这样。哦，所以等于说你的年费是大概转换台币是1000多块，然后你1个小时的话就是10块加币，对，20几块而已。现在的汇率是21点多，那是真的很便宜耶，是不错的。哇，这个在台湾可能练习的环境，这2天有不断提到了，这个真的就是比较最直接性会影响到，包括是这个有新的想要参与的人他的意愿，因为毕竟我先不讲有没有钱这件事情，可能我时间也没那么多可以出国去练习。通常都是这样，有了钱就没有闲。对。那有了闲，可能就没有钱。现在很多球员，对本土的球员，好像都会去日本、韩国对的练，这样很辛苦了。因为日本、韩国，如果就刚刚我所接收到那个价钱的话，就比中国还要再友善很多。可是你去日本、韩国，其实还是要时间。对，你去日本，你搭个飞机，你其实还是要2个小时到3个小时左右。我还没有要去机场，要提前2个小时去机场。对，练习的机会真的比较少。那有没有哪一个点是老师你这样看，你会觉得说，其实这个点做得还不错？我觉得这几个球员都打得很不错啊，就是只是这个冰比较平，然后有时候也有就是不平，然后那个不规则的一些弹跳或者是路线，就是在台湾没有真正的冰壶的冰场，所以这样很困难。哦。还说其实我们其实还蛮有天分的，是看起来很有天分，在这种情况下还可以练成这样。这其实我们国内是真的可以像是张老师讲的，全力的去推广这项运动，很有机会会夺牌，特别会玩这种运动。但因为我不是很确定哦，志伟跟明杰平常他们算是本土，对。然后 A 队这边的玉红跟欧静也算是本土的，对。OK， 所以场上的4位选手都是本土的，对，是。那真的是很厉害，是啊，因为至少刚刚吹告，我可以感觉出来他们准度是有的。
这边偏掉了，应该就没有要其他的动作，就让他顺顺的传出去。目前在大本营里面看起来是一黄一红，黄色的话是原本的定位弧，但 A 队目前要寻求的是破蛋的机会，因为在上一回合等于是被自己的教练偷了一回合。陈志伟，这样看起来曲度还是没办法走得出来。是。对，弧线制造不出来。不过看起来 F 队在直弧的顺序上面有做出调整，这是可以调整的吗？在比赛过程中去做调整？他有做什么调整？他们原本不是明杰丢第一跟最后一个？哦，对，他每一局都可以。他每一局可以再做调整。因为刚刚是倒数第2局给明杰。A 队这边还是一样，过了T线之后，一样是穿了出去，对，也没有留在大本营里面。说不定这个边有变快了一点。可能前面有被刷过，所以摩擦力都在下降。通常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摩擦力最大的绝对是比赛一开始，然后后面的摩擦力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小。F 队最后一局的机会，目前在大本营里面的分数是在 A 队的手上。所以他们在这一回合的话是前3局给到志伟，然后最后的2局给明杰。不过这一局看起来是比较短一点哦，刚过红线就差不多要停下来。我整个中线算是被挡住了。接下来就要看 A 队走斜线的稳定度高不高了。欧进，哇，这边也是完全偏差掉了哦，对，刚过红线就差不多了。好，那这样的话，最后大本营会是 A 队最原始的定位弧，那也是有顺利的破蛋，2-1，目前双方是1分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准备要进入到的是第4回合哦。协会 A 队在上个回合是有拿下分数，所以接下来在这个回合后攻的机会也要给到 F 队，就是教练团这边。欧进。发现太小力之后开始刷，但是感觉起来好像有点快刷不动了，红线就在眼前，又差一点。出现了这个无效直弧。回头是李明杰，有过红线。在大本营的前缘，希望再走深一点，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在这个位置还可以接受哦，后面还有4-4直弧的机会，看能不能够把它再推进大本营。但直弧的那个动作，我第一次看到冰壶，然后我被吸引到，就是因为直弧的那个动作。是。我突然间想到，像老师你是出社会，而且出社会有一阵子，然后开始去接触到冰壶。最一开始练直弧的这个动作，你有遇到什么困难？是很难，就是要学把脚放在中心，要练很久才适应。但是你在就是开始玩冰壶前，会去玩冰刀之类的吗？我是其实不太会溜冰，对，所以直排轮也不会。加拿大有直排轮吧？有，我是不算是很厉害，就是会一点，是会就基础啦，可能就是往前往后转个弯 OK。但是跟溜冰跟这个很不一样，因为这个是平地，没有刀，所以也是有一点不一样的感觉。所以比较不会像是拿着冰刀，然后踏着冰刀上这个冰宫里面，会有那种很不稳的感觉。对啊，不会，比较不会。但是做这个动作，你当时觉得身体最需要出力是哪里？就是脚，就腿，下半身。对。而且因为下半身的肌群其实是比较大的，所以其实会累的，对不对？你们其实，在练的时候，那个汗应该流的不少。是。对，下半身的肌群是你在整个身体里面的肌群是最大的。所以为什么练下半身会很容易流汗？你的心肺就会变得比较高，就是因为它的肌群太大了。而且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光大腿肌其实会一路延伸到你的后下背，大概腰的那边。所以有一些人腰痛，其实是因为你的大腿肌不够力。因为我每次在看他们这个动作，我都觉得哇，真的好帅啊！好，做 take off。在混双跟团体赛不一样哦，在团体赛里面是前5弧不能直接做这种 taking out。对。那在混双的话是前3弧。前4弧。对。是4，不是3。不是。那团体是5，没有错吧？对，就是在丢第6颗的时候，对。那这个的话是丢第4颗的时候，对，所以是前3弧不行。对。那丢第4颗就可以。对。好，所以前3弧没有错，前3弧没有错。你讲的对。好，我怕这个数字错了，然后有些人正在学，想说，怎么这2天讲的不一样？好，所以这个是在混双里面要注意到，现在的话就可以开始不断的做take out。那至少在中线上的take out，我们前面的回合数可以看得到，两边都有很好的掌握度。现在就看谁 take out 之后，他的弧往外面偏。对。不过在这一回合是 A 队后攻，
他们在大本营最外围还有一个擦边的哦。如果他能够成功的推高到最后，是让大本营里面只有自己的黄色色虎的话，他们有机会拿2分，那这样会一口气把分数给反超。哇，这边是1换1，有做到成功的推高，可是自己的弧在反射过后也是直接出去。哇！结果是顶到了自己的弧，2颗星进到了大本营里面。好，所以现在大本营又是1红1黄。不过因为前面的这2个红色的色弧已经被撞开来了，所以现在是没有保卫弧存在的。只有防守区里面应该还有一个黄色的色弧，不过它是比较偏一边的，所以它防卫的效果应该不会到那么高。1黄1红在大本营里面，但比较靠近的会是红色的色弧。但我刚刚稍微有点讲错的地方是，这一回合后攻的是 F 队，是红色的色弧。所以 A 队目前要来执行自己在这一回合的最后一次直弧，走这个路线，想要推一下自己原本在大本营边缘的黄色色弧吗？说不定有机会。推太出去了一点。哇，那这样的话变成是 F 队有1次的加分机会咯。明杰，够吗？能不能够再让他继续走，再往里面走，还差一点点，停住了。好，这样的话第4回合，大本营里面的话是红色的色弧1分。对，维持住自己的领先优势哦，3-1，2分差，结束第4回合。等等的中场休息时间有5分钟，选手们可以互相交流一下，把兵况再了解。那等等的下半场回来，再看看能不能够有更精彩的画面出现。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
在中场结束之后，要准备迎来的是第5回合。那目前在场上的比分的话，双方是2分的差距。第1、第2跟第4回合都是 F 组抓了下来哦。那 A 队的话则是抓下了第3回合，不过目前4个回合都是只拿1分。对。那在这一回合会是 A 队后攻。因为他们一直迟迟没有办法去把分数拿到手，这点就比较辛苦一点。教练果然还是姜老的辣，每次都差一点，差一点。对，教练还是有那个 buff 存在。哇，这一颗是很勉强的过红线，不过还可以了，因为第1指。陈志伟，这个会沿着中线走，哇，结果稍微顶了一下，好，但还是有进到大本营，但不过是在外围的蓝色圈。而且看到今天看2天，老师是直弧比较累，还是刷冰比较累？可能算刷冰会比较累，但是2个都因为直弧的时候那个脚要蹲，对，就我前面讲的是用下半身的肌肉，但是刷冰是体感上面的累会来得比较快。戴玉红的直呼，这个也是沿着中线稍微有点偏离，那这样的话就留不住。但因为力道比较大，所以这个结果或许会是好的，否则他原本其实会撞到自己的定位弧，也说不定会。所以就顺顺的让他过去，或许还比较好一点。但定位弧还是在中线上，以2队前面我们所看到 take out 的准度的话，陈志伟这个应该就会直接瞄准。所以刷的这个方向就是希望能够沿着中线走，再修正一下他的路线。哇，稍微有点偏出去。看起来陈志伟这边是有在跟李明杰沟通，说刷的速度要再快一点。但刷冰是真的会累，会很累。刷冰应该算是一种有氧运动，也可以算是对，还是会是比较偏无氧？应该是有氧的比较。再换到 A 队，不过现在冰音好像都会稍微往画面的左半部偏哈。边框有变。现在我自己这样看的话，已经有连续的3、4直弧，其实都是往左半边偏。应该还是要再做一次 take out， 但是又偏喽，而且越靠近本营越偏越大，但是1换1，
成功的 take out。哇，那这样的话，他在大本营最外围的那个红色色弧那个位置就蛮不错的咯。因为路线上面有偏移啦，所以没办法，自己的红色色弧就留不住了。如果没有偏移的话，就有可能可以取代他的位置。这边是选择要把红色的色弧给动掉，结果打错颗了，差一点也打到里面的。那力道是够啦，所以也是直接就是取代掉了那个位置，但这就有点尴尬喽。等等 A 队还有最后一局的机会啊。一样都是会往画面的左半部偏，不过刚好借着这个黄色的色弧做一个反弹之后，稍微挡在了前面哦。这个位置是可以接受的哦，因为他现在就是全力的把自己大本营里面的红色色弧给保卫住。有挡到一点，对。裁判刚刚是在发球的时候有什么状况吗？在直弧的时候有状况。而且看起来是裁判主动上来讲的，所以是有犯规咯。刚刚是不是有碰到还是？所以是有碰到，在刷弧的过程中有碰到。哦，所以是他刚刚在直弧的时候有过线了。哦，对，要在红线之前放开。这一次是裁判主动。是有差了一点。哇，比较晚放出去哦。那一条是 hog line。hog line 对。在 hog line 之前，其实手就要放掉了，就是应该是几乎是到了上面，然后准备放。因为其实人开始有你心里对自己下 order， 然后到你做那个动作是有时间差的，所以如果你到那边才准备要放，通常很大几率你会超线，会太晚了。如果用其他的运动项目来诠释这个的话，在篮球场上面，一次完整的出手0.3秒，就是你一碰到球，所以你只要小于0.3秒的出手都不算是出手。好，这样的话，看看这次能不能够做成功的 take out。但看起来路线是开了，好，接下来就是留不留得住，留不住。所以第5回合还是让 F 队拿下来了分数。那这样的话，他们的分数会累积到第4分，扩大了领先的优势，来到了3分的领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
A 队在这一回合必须要拿分数，他们喊出了 Power Play。所以在 Power Play 的情况之下，这个弧就会靠另外一边摆。不过这个弧要靠左还是靠右，这个也是裁判决定的吗？还是喊出 Power Play 的可以决定？对，他们可以决定。我要靠左还是靠右？那如果以刚刚这几局的走势上面的话，他们会往这边靠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他们这边比较顺，还是比较了解这边的兵，还是就是比较喜欢？通常会摆自己比较想要丢的那一边。看情况。就看一下这次的 Power Play 能不能够收到好的效果。这个位置送的不错哦，刚好在大本营的前缘。刚刚如果进去的话也很好。不过如果刘柏凯算是李明杰的教练，然后李明杰又是现在 A 队的教练，那 A 队要怎么称刘柏凯老师？教练的教练。教练的教练。等等，我下一场比赛目前收到的就是刘柏凯老师会来跟我搭档，我再问问看他。哇，这个无效之弧，选手比较早就直接把弧给划走，因为通常还是要保留一点体力，所以如果真的确定没有办法了，就直接先划走。顺着，如果弹道 OK 的话，看能不能够把原本在大本营前的红色色弧再顶一下。其实弹道不赖，但是因为又不敢打太大力，因为如果太大力的话，怕直接穿了大本营。所以刷边也刷的比较保守一点。戴玉红的直弧，刚刚隐隐约约之间应该是欧静跟戴玉红说从右边瞄，但是他的目标是哪里呢？哦，直接穿出去，太大力了。现在差不多可以想办法先把弧送到大本营里面了。在 House 区的外围，大本营的前方有2个红色的色弧。这个会偏向左半边了，这里应该也是完全没有遮蔽物的情况，那就会直接出去。我在瞄准的这个弹道，应该是希望做 take out。他应该是想要停在，他又想要停，可能是丢的有点太大力了。对，那如果想要停的话，就丢的太大力了。因为我在想，他会不会想说就直接先做 take out。然后也是可以打开一点，对，让大本营这边是里面都没有其他的色弧。如果是老师您呢？您在这个情况之下，你会怎么做决定？可能先把前面那个红色自己的石头
打开。哦，对，再去推。推进去也可以，然后打开也可以。哦。不过我感觉志伟跟明杰好像没有思考这件事情。看看这一次，说不定他的眼神好像跟上一颗是一样的想法哦。他这次推得更大力。所以他真的完全没有想要做这件事情。可是从刚刚的这个镜头里面看的话，他如果要去做黄色的 take out， 前面还有他自己的红色射入。对，他可能要把那个先打掉。林明杰说差一点点，差一丢丢，但这一丢丢可能就差很多了。那如果是 A 队嘞 ？A 队的话，再丢一个进来。所以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再丢一个进大本。对。哎，这样子就对 F 队有利了。结果是有点小助攻哦。这样 F 队就有机会打得到。因为他其实就是往中间去瞄，那就是力道控制住就好，不要太短，但是也不要太大力。不过力道控制住，其实就是这句话。还是要做 take out， 这个弹道是要做 take out 的弹道。哦，想要打那个。因为原本刚刚挡在前面的那个红色的已经被推开来了。他想要打那个黄色，但是太出去了。那这样的话会给到 A 队加分机会。所以 F 队最后的3次直弧，眼里都是黄队的定位弧。想方设法就是想要把定位弧给送出去，但最终没有成功。欧进。力量上面是有点大，擦边之后，好，在彰化就没有改变，最后在大本营里面的局势，一黄一红，但是比较近的是黄色的，所以是由 A 队拿下了这一回合的分数，那也是只拿1分，所以目前两队的分差在大比分上是4-2，领先的是 F 队2分的领先优势。休息一下，稍待回来。
进入到第7回合，目前2分差，所以对于 A 队来讲，还有机会哦。还有机会。我目前在前面的6个回合哦，都是只有1分，还没有到第2分的出现。但至少对于 A 队来讲，在第6回合所喊出来的 Power Play 是成功的。虽然我们在昨天的第1场是挺力老师跟我一起搭档，他对于如果 Power Play 只拿到1分的话，他会认为可能有点不够，因为他觉得 Power Play 应该再多拿一点分数，应该至少2分，对，才有用。但是其实在我这样子去了解完，然后聊了2、3个奖培老师之后，我想帮本土的人说个话，这个练习时间真的很少，而且冰壶这项运动很吃肌肉记忆，在你可能跟这个运动还没这么熟，然后你可能1个礼拜练习休息2个月，这真的很难很难。尤其是在混双啊，因为混双又少了人上来帮忙做刷冰，所以其实选手都不由自主的会想要再掷得更大力，然后冰面又这么难掷，所以今天如果以老师你的角度看的话，你会觉得我们第1场地是不好掷的，是不好掷的。怎么看？就看那个通常选的那个弧度，就是看起来就是你知道什么时候会开始转回来这样子，但是这个很难看，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对，有时候会飘过去，然后又会回来，对，而且又会飘过去，对，它是一个不规则，就是不自然的。如果说选手没有去转他的弧，那就算了，他蝴蝶球那就算，可是选手明明是有转弧的，然后弧还是不听话，还是因为选手跟弧没有培养好感情，感情不够深厚。哦，顶了一下，结果是助攻老师。尊师重道，这个是我们华人的精神。好，现在大本营里面是有2个红色色虎。好，擦了一下黄色的色虎，回到了一个中线的位置。我现在看到他在擦手，刷冰手会长茧，也会对，会哦。所以如果像老师您算是出社会，而且还是出了社会一阵子之后才开始做这个，原本在冰壶前有其他运动习惯吗？就是小时候有，但是就是出社会之后比较没有。小时候是多少？小学、中学这个时候。那个时候是什么运动？就是有打篮球，有。但这个是因为本来在加拿大的就是校园生活里面的一部分。2颗星，进不进得了大本营？哦，有擦到边，但是还是不够靠近圆心，所以目前还是 F 队这边有2分。所以在加拿大那个时候是篮球，只有篮球。有时候会打羽毛球。羽球。然后出社会之后就停了，就变蓝了。然后接下来就进入到冰壶，然后冰壶就一口气练了8年9年，对，所以是真的自己有练出兴趣，是有兴趣，没有被人逼的，没有。然后就呼朋引伴，哇，这边再顶一下，更靠近边缘。哦，现在就尴尬了哦，有没有机会是拿3分？就要看在中线大本营前缘的这个黄色色虎。
现在位置不错，因为都在黄色弧的后面，都打不到，不见得打到的，而且很分散。对，哇，他这个完全就是都被守卫住哦。你想要先碰到的话，前面、中间跟右边前面都有2个黄色弧，左边的这一颗前面更饱满，一黄一红，就挡了。哇，这3分有没有机会？但最重要的就是看，因为在中路这边的黄色色弧是在大本营里面的，那它的距离可能会比刚刚我们画面上面右边的那个红色色弧还要再更靠近圆心一点。所以这一分算不算会是关键？好，这边应该是试图要再往里面推一点哦，这一推不能推太大力哦。哦，这真的是尊师重道啊，就是觉得老师你这样子会不会比较难打？那不然大家师徒一场，对，所以有个情谊，华人的精神。因为体力老师讲这是礼貌的运动，所以就还是要把这个礼貌给拿出来。我没关系，就是今年的红道杯这场就这样了，没关系。但是再下次遇到老师的时候，就要把自己平常练习的成果给发挥出来啊。顶了一下，老师说：“对你不用这么客气，老师 OK 的，老师自己也可以啊。”不过现在这样是3分哦。来看到 A 队最后一局的机会，如果在这一回合让 F 队拿3分，那等等第8回合。对于 A 队来讲，基本上可能就是1局的机会。欧进，现在希望弹道不要再歪下去了，力道有放的比较大。哇，结果是出去了。那 F 队这边还有最后一次加分的机会，机会得4分，得4分就是真的第8回合会直接没。对，直接没，因为这样就差太多。这样的话就是会差到6分哦。那一回合最多就是5分，可能可以丢1颗。对，因为如果全部下一局如果有得6分的话，就可以平手，所以还是看。对，因为还有定位弧。对，对不起，我忘记定位弧的存在。好，所以最多可以得到6分，所以还是有机会丢1颗。那现在的话是只2颗。老师要不要给机会？哇，不错！老师不给机会，他说我不要给你多1颗的机会。4分，这是一个4分的大局，这样的话8-2。而在混双里面，一回合最多的分数是6分。所以要看一下两边的协调，会要给第8回合吗？要给那1局的机会吗？他们好像刚刚握手了，可能决定不打了。哇，如果真的是握手的话，那这场比赛第8回合就没了。我确定的是，在第7回合的时候，是一口气拿下了4分哦，这个真的是一个大局。尤其是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是，这2队其实在每一局都是只能拿1分的能量。好，我看到叉上来了，所以最终的话是在第7回合把分差直接拉开来了。
而且这4分的差距，不是，这不只是4分的差距，总共是8-2，所以是这6分的差距，其实在混双里面一回合要追回来是非常非常的困难。不过我想这个就是教练在最后的这第7回合让选手知道，为什么我是教练。不过依旧是精彩的比赛哦。那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在这边要告一个段落，我们接下来在下一场比赛，同时也是这一次在红道杯所看到的最后一场比赛，会是稍后8点半的男子最终的决赛，也请您要持续的锁定这场比赛。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老师在旁边的分享。我是秉承，晚上见了，拜拜。拜拜。